各位月活晚年频道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月枝。家里有长辈拿着绿卡在美国，或者正在为自己规划养老路的兄弟姐妹们，今天林月枝要跟大家聊的是，请你务必放下手里的事，认真听进去，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整个家庭未来几十年能不能过得安稳，绝不是危言耸听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，身边或者新闻里绿卡出问题的长辈明显多了，尤其是在入境美国的时候被请进小黑屋，甚至绿卡被扣下的事，这些长辈没有一个是真的犯了什么大事的，全都是踩中了一些我们华人圈子里自己以为没问题，甚至口口相传的经验的坑。今天林月枝就要把这些坑一个一个清清楚楚地摊开在你面前。我们都知道，拿到那张绿卡对很多家庭来说是奋斗了半辈子换来的果实，觉得总算可以松一口气，享受这边的好环境、好医疗，或者过上中美两边飞的自由生活。但是林月枝必须给大家，特别是给咱们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，还有为他们操心的子女们，敲一记重重的警钟。现在的风向，尤其是在2026年这个关口前后，已经完全变了。如果你不想让辛苦得来的身份一夜之间归零，不想面对可能被遣返、晚年无处安身的凄凉局面，那今天的内容请你一定看完，并且转给所有你关心的持有绿卡的人，这真的是一份保命指南，接下来的每一句都可能维系着一个家庭的圆满。美国移民局和海关那些系统正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升级，他们现在能联动的数据超乎你的想象，中国的银行流水、美国的消费记录、两边的航班信息、社保数据可能都在一张屏幕上。过去10几年大家觉得法不责众，大家都这么干的操作，现在分分钟变成炸掉你绿卡的雷管。就前2天，我认识的一位朋友，他父亲，一位持绿卡很多年的老先生，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入境时直接被带走了。在小房间里问了整整4个钟头，虽然最后人出来了，但绿卡被当场扣下，要求之后去移民法庭听证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常年像候鸟一样，大部分时间住在国内，美国这边除了一个子女家的地址，什么生活痕迹都没有。这种因为居住意图被怀疑的案子，现在是越来越多，比往年高出一大截。而今天林月枝要说的这7个坑，简直就是为咱们60岁以上的长辈量身定做的陷阱。因为他们外面往往包着一层省钱、省事，或者别人都这样的糖衣。咱们直接看第一个，也是华人圈里误解最深、中毒最厉害的一个坑，林月枝把它叫做打卡族的幻觉。很多长辈，包括不少子女，心里都揣着一个错误想法。绿卡吗？只要我不犯法，每年回美国一次，住上个把星期，算是报到了，移民局就不能拿我怎么样。甚至江湖上还有什么6个月定律，说离开美国不超过半年就没事。林月枝告诉大家，这种想法在现在的执法环境下，不只是过时，简直就是在悬崖边闭眼走路。咱们必须搞清楚一个根本道理，绿卡的全称是永久居民卡，它的核心是居住，是要求你把美国当成你永久的主要的家。海关官员看着你的时候，他们心里就一把尺子，这个人是真的在这里生活，还是只把美国当成了一个随时可以来的度假村，一个备用医疗站。对于咱们跟还在国内的长辈，这里特别容易出问题。国内有老屋，有老朋友，有退休金，可能还要照顾更老的父母，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了在国内住的久，在美国住的短，甚至严格算着日子飞来，待几天就走。以前系统不聪明，可能混得过去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海关官员刷一下你的卡，你过去好几年的出入境记录，像个地图一样摊在他面前。
你常坐的航空公司，你手机在中美两地的信号记录都可能被调出来。林月枝听说过真实的例子，一位老先生每年固定时间来回飞，在美国就住亲友家。有一次入境，海关直接调记录，发现他过去几年在美国累计的时间短得可怜，问他在美国住哪里，就说是儿子家。问有什么证明你在这里生活，他拿不出任何水电账单、医生记录，甚至没有自己的银行流水，结果就是绿卡被扣，要求他在限期内拿出证明他在美国安家的材料，否则就要启动吊销程序。有人可能会想，我在美国买了房，这总行了吧？林月枝告诉你，还真不一定。移民局公布过案例，有华人长辈在美国有房产，但常年空着，费用都是从国内汇过来，自己很少来住，最后也被认定是放弃了居住意图。因为移民局要看的不是你有没有房子这个壳，而是房子里有没有生活的热气。什么是生活的热气？不是房产证，而是每个月的水电煤气账单。是你在社区老年中心的活动记录，是你家庭医生的预约单，是你宠物在本地兽医站的疫苗证明，甚至是你常去超市的会员消费记录、药店的买药单子。这些东西比一张冷冰冰的绿卡更能说明问题。太多让人揪心的案例了。长辈被问到在美国做什么，回答说帮儿子带孩子。这听起来天经地义，但在移民官看来，这只能证明你是来探亲帮忙的，不是来定居生活的。如果同时你在国内还有资产，领着退休金，在美国也没好好报税，那移民官很容易就判断你的生活重心在中国。一旦他们认定你只是跑卡维持身份，他们有权当场启动程序，甚至让你在疲惫和压力下签下放弃绿卡的表格。很多长辈英语不好，根本不知道签的是什么，等反应过来就晚了。所以这第一个坑，千万别再抱着侥幸心理去踩了。所谓的打卡，在大数据眼里就是透明的。紧跟着第二个坑，是很多觉得自己找到了窍门的人最容易栽进去的，那就是拿着回美证，却把美国的根给刨了。有些朋友会说了，林月枝，你说跑卡不行，那我按规矩申请回美证，不就能合法在国内待上2年了吗？这话没错，回美证的设计就是为了保护那些确实需要长期离开美国的人，避免他们因为超过1年不回来而自动失去绿卡资格。但是大家听林月枝说，回美证绝对不是免死金牌，更不是一个让你把美国生活暂停2年的按钮。很多长辈拿到回美证之后，觉得万事大吉，把美国的房子退了租，银行账户里的钱转走了，手机号也停了，驾照过期了也不管，整个人彻底回到国内生活，等到2年快到了，再想着回来。这时候问题就来了，回美证能解释你人为什么不在，但它解释不了你为什么把和美国的所有联系都切断了。移民官或者法官会拷问一个核心问题，你离开的这段时间，是不是还保留着随时回来生活的意愿和能力？如果你在美国连个收信的固定地址都没有，或者只有一个律师楼的虚拟地址，如果你这2年完全没有报税记录，如果你所有的资产都挪到了海外，那么海关完全有理由怀疑你要回美证不是为了暂时处理海外事务，而是用它当跳板，实际上已经不想把美国当家了。有这样的案例，一位长辈拿了回美证后，退租断卡，回国常住，等到期返美时，在海关被拦下。虽然他有证，但海关查不到他这2年在美的任何活动痕迹，连最基本的税都没报。官员明确告诉他，回美证允许你离开，但不允许你放弃居民身份。
最后他的回美证被认定无效，绿卡被扣，只能花钱请律师上移民法庭去艰难地证明自己还有居住意图。特别是对于咱们长辈，身体健康状况是个很关键的考量点。如果你在回美证期间在国内住了院，用了国内的医保，而美国的医疗保险却因为没缴费断了，这在移民局看来，就是你更依赖中国医疗系统的铁证，会严重削弱你作为美国永久居民的 claim。所以，即使你握着回美证，也必须维持你在美国的存在感。银行账户留点钱，有点流水，税按时报，哪怕是零申报，驾照记得更新，最好保留一个真实的住址，有水电账单。你要营造出一种我只是出个长差，我的家底都还在美国的状态，千万别把回美证当成可以彻底隐身的护身符。这个误会真的让很多人吃了大亏。接下来第3个坑，水很深，也是最容易让人后悔莫及的，那就是贪图福利引发的公共负担危机。这几年，公共负担这个词反复被提起，政策也变来变去，搞得人心惶惶。但对咱们华人长辈来说，核心风险一直没变，不要占你不该占的便宜。咱们华人勤俭，听说美国有免费福利，比如医疗白卡、老年公寓、粮食券，很多长辈就觉得不申请就亏了。更有甚者，一些不负责任的中介，为了赚点手续费，鼓动根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去申请，还教他们隐瞒国内的退休金收入，假装成穷人，这简直是在玩火。首先你要明白，当初申请绿卡时，你的担保人是签过一份叫 I-864 的经济担保书的，那是一份有法律效力的合同，担保人承诺在你成为公民或者有工作能力前，负责你的生活，不让你成为政府的负担。如果你转头就去申请那些联邦的现金救助项目，或者长期占用政府资助的护理服务，美国政府是有权回过头来找你的担保人，也就是你的子女，要求他们承担费用甚至罚款的。在加州就发生过这样的事，一位阿姨由儿子担保拿到绿卡后，在中介指导下申请了白卡和粮食券，隐瞒了国内退休金。后来被查出，不仅福利被取消，要求退钱，他儿子还被政府告上法庭，要求履行担保责任并罚款。最后连儿子的信用都受了影响，贷款都办不下来。更严重的是欺诈，很多长辈在国内明明有退休金，有房租收入，但在申请美国福利时，仗着中美信息以前不通，就填无收入。以前也许查不到，但现在大数据交换越来越频繁，这就是埋雷。一旦被查实福利欺诈，这就属于道德败坏性质的过错，轻则罚款退钱，重则直接吊销绿卡，驱逐出境，永远不能再回来。为了那一点买菜钱、医药费，赌上整个身份和晚年的安宁，林月之觉得真的太不值了。当然，有些紧急医疗救助或州政府自己的福利项目，绿卡持有者是有权享用的，但这里界限很模糊。林月之最实在的建议是，除非是真的到了山穷水尽，别无他法的地步，否则不要轻易去碰那些需要经过严格经济审查的联邦福利，特别是刚拿绿卡没几年的长辈，你们的观察期其实还没过，这时候去申请风险极高。第4个坑非常隐蔽，但爆发起来是毁灭性的，那就是在税务上自己否定自己。大家一定要刻在脑子里一个概念，从你拿到绿卡那天起，无论你人在哪里，钱在哪里赚的，在税务身份上，你就是美国的税务居民，必须向美国国税局申报你的全球收入。很多长辈在国内有积蓄，有养老金，有理财收益，担心一申报就要交重税。
于是听信一些不靠谱的建议，在报税表上故意勾选非居民，或者干脆隐瞒海外的账户和资产。这是一个天大的逻辑漏洞。你想啊，在税务上你声明自己是非居民，那移民局凭什么还认为你是永久居民呢？你自己都说自己是外国人了，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？国税局和移民局是有联合行动的，专门查过华人社区里这种税务非居民、身份永久居民的矛盾案例，有人因此被要求补缴多年税款和巨额罚金，同时移民局也启动了吊销绿卡的程序，理由就是通过税务申报行为表明了放弃永久居民身份的意图。而且现在美国有个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，全球追税能力极强，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很多金融机构都会按要求交换信息。如果国税局发现你一边拿着绿卡，一边在税务上装外国人逃税，还藏着海外资产，这就不只是补税罚款了，可能升级成税务欺诈和签证欺诈，面临刑事指控。其实美国税法有很多避免双重征税的规定，你在国内交过的税通常可以用来抵减美国的税。诚实申报，很多时候最后要补的税并不多，但性质就完全变成了守法公民，因小失大，为了可能根本不用交的税，赌上整个绿卡。林月枝认为这账怎么算都划不来。第5个坑是关于行为习惯和轻微犯罪的认知错位。这个坑特别冤，因为很多长辈完全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文化习惯不同，在我们看来是小事，在美国法律眼里就是犯罪。比如超市购物，年纪大了记性差，把1-2件小商品无意中放在了自己的袋子里，忘了付款。在国内可能补个钱道个歉就完了，但在美国，超市保安报了警，这就成了商店盗窃。一旦按了手印，留了案底，哪怕最后没被起诉，这个记录也永远跟着你了。在移民法里，盗窃属于涉及道德败坏的行为，平时可能没事，但当你申请入籍或者出境后再回来，海关看到这个记录，就有权进行严厉盘查，甚至拒绝你入境。再比如家庭矛盾，夫妻吵架声音大了点，或者管教孙辈时情急之下有轻微肢体接触，邻居一听可能就报警了。美国对家庭暴力极其敏感，只要出警，往往就会留下记录，这种记录对移民身份是致命的，很可能直接导致绿卡被吊销。还有酒驾，有些长辈觉得喝点啤酒开车没事，但在美国，一次酒驾可能只是交通违章，但若有多次记录或造成事故，移民局完全可以以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为由启动遣返程序。所以林月枝恳请各位长辈入乡随俗，把在国内的一些随意习惯收起来，购物结账时仔细核对，家人有话好好说，千万别动手，也避免高声争吵。喝了酒，哪怕只是一杯，也绝对不要摸方向盘。子女们也要多给父母讲讲这些法律常识，很多悲剧其实源于不了解。第6个坑是一个纯粹因为怕麻烦而可能引发大麻烦的行政疏忽，搬家忘了改地址。听起来是不是小事一桩？但恰恰是这种小事让很多人莫名其妙丢了身份。美国法律明文规定，所有非公民搬家后10天内必须填 AR1 议表通知移民局新地址。很多长辈跟着子女搬了家，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条。平时没事则已，一旦移民局有重要文件要寄给你，比如绿卡更新通知、案件补充材料通知，甚至是出庭传票，他们只会往系统里那个旧地址寄。你没收到，错过了截止日期或开庭日期，法官就会因为你缺席，直接做出对你不利的判决，甚至下达驱逐令。
你人在家中坐，驱逐令从天上来，自己还完全蒙在鼓里，等到下次出入境或办别的事时才发现，那就麻烦大了。你要花极大的力气去证明你为什么没收到信，而我忘了，绝对不是个能被接受的理由。林月枝就听说过，有长辈因为搬家没改地址，错过了绿卡换新的通知，导致身份被认定失效，后来办医保时才被发现，折腾了许久，花了无数律师费才勉强恢复。这个坑太冤了，完全能避免。请大家记住，无论搬到哪里，哪怕在同城换个公寓，第一件事就是让子女帮忙上网，在移民局官网更新地址，操作很简单，填个在线表格就行。而且一定要用自己真实居住的地址，不要用挂靠的，确保能收到所有信件。这是你的法定义务，也是保护自己的最基本一步。最后的7个坑是林月枝必须用最严肃的语气强调的高压线，千万不要误碰投票权。在美国，只有公民才有选举投票的权利。但在一些场合，比如更新驾照或办理某些服务时，工作人员可能会顺口问一句要不要登记选民，表格上也可能有个小附选框。很多长辈听不懂英文，或者看也没看就跟着勾了是，又或者遇到热情的拉票人员，被劝说着就去投了票。请大家刻在心里，非公民去登记选民或投票，在法律上叫做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。这是最严重的移民违规之一，没有任何豁免余地。一旦留下这个记录，你不仅永远别想入籍，现有的绿卡100%会被吊销，人会被驱逐，而且很可能终身不能再进入美国。没有任何律师能挽回这个错误，因为证据确凿。有长辈就是因为在更新驾照时语言不通被误登记，后来又懵懂地去投了票，结果很快就被移民局找上门，最终只能自愿离境，绿卡被废，所有努力付诸东流。所以在任何情况下，只要涉及公民、投票、选民登记这些词，长辈们一定要坚决地说不，这不是你能参与的事情，凑这个热闹，代价是你无法承受的。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林月枝知道大家心里可能会有点沉甸甸的，觉得这绿卡拿着怎么这么累呢？其实林月枝讲这些不是为了吓唬大家，制造焦虑，而是想把2026年这个新阶段的生存法则给大家讲明白。美国仍然欢迎移民，但他欢迎的是守法、诚实、真心愿意在这里扎根的人。今天这7个坑：打卡居住的幻觉，回美证的误用，福利的陷阱，税务的自相矛盾，行为的文化冲突，地址更新的马虎，投票权的高压线，每一个都是真实教训换来的。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，来到异国他乡本来就不易，我们更不能因为信息差或老习惯，让自己陷入险境。拿到绿卡只是开始，守住它，安稳合规的生活才是真正的长久之道。林月枝希望每个看到这里的子女都能耐心地和父母聊聊这些，每位长辈都能把这些要点记在心里。在美国，平安合规才是最大的福气，才是越活晚年的真正基础。最后咱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这7个保命要点。第一，别靠打卡，要留真实生活痕迹。第二，回美证不是断联许可证。第三，谨慎申请福利，别成公共负担。第四，老实申报全球收入，别勾非居民。第五，遵守当地法律，小事也别大意。第六，搬家10天内必改移民局地址。第7，无论如何别碰投票。如果今天林月枝讲的这些能帮你哪怕避开一个小小的风险，那这番心血就值了。请你把这份指南转发给你的家人群、朋友群，让大家的晚年都多一份安心，少一份风险。
如果你还有关于绿卡居住或养老规划的具体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给林月枝，也恳请大家点击订阅月活晚年频道，再点亮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林月枝后续带来的更多实用海外生活指南，你就能收到了。多一个靠谱的信息来源，就多一份保障。这里是月活晚年，我是林月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